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与乐华、董宇辉和东方甄选的另一种结局。董宇辉与东方甄选，王一博与乐华，反映的是拥有巨大流量与话语权的个体与企业经营寻求安全感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终究难以调和。在董宇辉离职事件发生同一天，王一博与乐华娱乐到期不续约的词条在微博传播开来。本就已经跌成仙股的乐华，又跌了3%。离职当晚，董宇辉直播间里充满了恭喜、贺电、胜利了的字眼。这样的结局，舆论普遍认为合乎情理，几乎没有感到惋惜的声音。即便东方甄选与董宇辉都愿意继续苦苦支撑，想必结局也会无限趋同于乐华与王一博的关系。井号一点两种立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对董宇辉的离职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按照俞敏洪和东方甄选公布的信息，东方甄选已经给出了最大的诚意。董宇辉个人持有宇辉同行100%股权，收购价为人民币7658.55万元。按照俞敏洪的说法，宇辉购买公司的钱我安排了，公司是送给宇辉的。同时，东方甄选支付承诺的全部待遇，宇辉同行的全部净利润奖励给董宇辉。去年12月22日到今年6月30日，宇辉同行公司的纯利1.41亿元。综合算下来，董宇辉的离职，东方甄选最多将给出2.18亿分手费。从俞敏洪的表态看，东方甄选非常在乎信誉度和美誉度，迫切的想要表明公司白给，利润全送，承诺的待遇全兑现，已经给出了最大诚意。站在企业经营的视角，先是挥泪斩小孙尽力安抚，随后送钱、送公司，给一名员工这么大的支持，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站在董宇辉的视角，他不但配得上，而且值得更多。2022年6月，董宇辉的双语直播间突然走红，这是东方甄选乃至新东方转型的转折点。此后1年半时间，东方甄选实现了73亿营收，在东方甄选大规模布局自营的情况下，实现了12.2亿纯利润。东方甄选1年比之前6年营收总和还要多，纯利润也是完全碾压。董宇辉是这个局面的缔造者，连俞敏洪也无法否认，如果没有董宇辉引爆东方甄选，就没有东方甄选的迅速发展。东方甄选给予相应的补偿合情合理。不过，相比其他带货主播，从李佳琦、薇娅、辛巴到罗永浩、小杨哥、争议、谩骂甚至塌房都不少见，但如此拧巴的只有东方甄选。既希望留住董宇辉，又忌惮董宇辉。东方甄选的处境，反映的是拥有巨大流量与话语权的个体与企业经营寻求安全感存在矛盾的难题。井号2历史难题。目前经营状况较好的直播带货平台中，多数都是大主播崛起，进而孵化出新主播，进入集团化运作阶段。遥望科技是个例外，作为直播带货第一股，这家公司并不与主播形成强绑定关系，而是以广告投放、流量运营为主。与其合作的主播有上百位。这种模式盈利困难，遥望科技已经连续3年亏损，今年上半年将继续亏损超过1.6亿。交个朋友是过渡较为顺利的带货机构，但与东方甄选不同，交个朋友是罗永浩占绝对主导地位。
罗永浩还完债，并且开始新的创业项目后，才主动淡出交个朋友直播间。这本质上是罗永浩的主动选择，而非交个朋友试图弱化罗永浩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罗永浩还保证了每年的直播场次，以实现顺利过渡，保证直播间的话题度。原本东方甄选也可以选择这样的路径，但小作文事件后，东方甄选与董宇辉的急转直下，彻底打破了这种表面和谐。俞敏洪最初的做法不可谓不成功，成立邦联，董宇辉执掌宇辉同行，享有高度自主权，自行决定卖什么商品，相当于将一个千万级别的号拆分成2个千万级别。但根据媒体引用财经先生 App 数据，围绕俞敏洪、董宇辉、东方甄选等关键词进行梳理，从2023年12月至今不满1年的时间里，前后一共有42件引发各界关注的风波。这种舆论环境下，东方甄选与董宇辉事实上已经无法维持。如果苦苦维持，乐华与王一博的模式可能就是最终的结局。王一博是乐华的台柱子。根据之前的招股书，2019年至2021年，王一博为乐华带来的收入分别占乐华娱乐的 16.8%、36.7%、49.5%。2022年前3季度进一步上升至 59%。然而，长期以来，对于王一博在乐华的待遇，粉丝始终感到不满。粉丝一直在积极推动乐华提高王一博待遇，或者中断双方的合作关系。此次王一博与乐华娱乐到期不续约的话题下，不少微博网友对乐华口诛笔伐，比如给王一博的资源不够，不处理对王一博的黑通稿黑热搜等等。面对持续不断的舆论纷争，王一博和乐华都曾发布公告，渴望平息舆论，但最终却始终无法解决双方的隔阂。与之相比，东方甄选的处境与乐华可能别无二致。董宇辉虽不是娱乐圈，但影响力已经可以匹敌。东方甄选业绩极度依赖董宇辉的参与热情。也许与董宇辉的沟通并非不顺畅，但舆论影响下，双方始终存在隔阂。董宇辉本人和俞敏洪无法置之不理，这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顶，无法放开手脚支持新人，还始终担心台柱子轰然倒塌，破坏股价，影响经营。不选择短痛，就只能忍受长痛。井号3第2次双减。短期看，东方甄选迎来了第2次双减，但未必会一蹶不振。长期看，董宇辉要延续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他本人的意愿和激情十分关键。东方甄选不应当丢掉董宇辉这棵摇钱树，也很难找到新的董宇辉。一份离职公告让东方甄选股价下跌超过 20%， 盘中最大跌幅达到 28%， 这不只是年底新低，也是双语直播出圈以来的新低。资本市场的表现已经说明了问题。没有董宇辉，东方甄选短期的估值甚至可能要向交个朋友看齐。过去近8个月，双方的赛马也能交叉佐证这样的结论。根据飞瓜数据，今年5月，宇辉同行以 5.33 亿元销售额排名第2，而东方甄选则排名第6。到了6月，宇辉同行还是第2，东方甄选已经跌出前10。东方甄选的粉丝量半年间从3117万降到如今的2985万。随着双方的分离，预计下滑还将持续。由于东方甄选的半年报周期是去年12月1日到今年5月31日，董宇辉单飞带来的影响暂时未披露，
具体的影响规模还得不出精确的结论。但结合带货数据，玻璃与灰同行，原本的营收规模至少会折半，这已经不亚于再经历一场双减。但东方甄选过去在自营和物流上的努力不会凭空消失，这也是支撑业务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文旅等新兴业务也将逐渐成长起来。悠悠、顿顿、明明等主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经历阵痛后，规模也许无法回到鼎盛时期，但也不妨碍东方甄选稳健经营。对于董宇辉个人而言，最大的难题是内驱力。小作文事件后，有不少声音劝他独立出来创业，但他最终选择了继续合作，甚至配合俞敏洪站出来回应和澄清。不仅如此，他自己不止一次表达了对金钱的超然态度，体面、有情怀，不看重金钱的他，接下来要养活团队、管理团队、孵化新主播、应对舆情，这些并不容易，也很消耗能量。在过去，董宇辉有反派衬托，也能让网友产生打工人的共情，而如今没有了对立面，身份转换为老板，塌房的风险一直都在，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当初突然爆火的直播间，改变了东方甄选的轨迹，也改变了董宇辉的人生。如今分道扬镳，是东方甄选战略失误导致，也再一次把董宇辉推到新的人生阶段。时势把董宇辉推到了前面，能否接住掉下来的机遇，还充满了未知。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